最近美股圈有一家公司几乎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走了。多头说它未来可能冲到30万亿美元，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太空帝国。空头说这就是史上最大的资本泡沫，上市可能就是高点，半年内腰斩也不奇怪。听起来两边都很极端，对吧？但问题就在这里。多头和空头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在讨论同一件事，看多的人讲的是10年后的故事，看空的人算的是3个月后的筹码。你把这两个时间维度搅在一起，就很容易看乱。最后要么在情绪最高的时候追进去，要么在真正值得研究的时候直接错过。所以这期我们先不急着站队，也不猜明天涨还是跌，我们把几个问题拆开看，这家现在被市场按2.4万亿美元估值的公司到底该怎么理解？3条业务线里面哪些是真现金流，哪些还只是故事？7月底开始的阶梯解禁，为什么可能成为市场第一个关键窗口？欢迎来到逻辑冷静，我是小罗，这里不追热点喊单，只看产业数据、财报线索和供应链变化，拆美股科技和 AI 产业链背后的真实逻辑。我见过很激进的多头把罗恩巴伦的30万亿美元估值当成铁律，觉得现在买就是10年100倍。我也见过很激进的空头，说他连2400亿美元都不值，现在的价格就是击鼓传花。但我们换个角度看，这两种说法未必完全冲突。罗恩巴伦说的30万亿美元是2035年的目标价，空头说的2400亿美元是按今天的基本面去算，中间差了整整10年。而资本市场最容易干的一件事儿，就是把未来10年的预期提前压到今天的股价里。如果你复盘过美股 IPO， 会发现很多超级明星 IPO 都有一个很相似的路径。上市初期因为流通盘很小，资金一拥而上，估值很容易被推到很贵的位置。等锁定期结束，早期筹码开始出来，股价往往会出现很深的回撤。再往后可能横盘1-2年，等基本面真的跟上估值，长线行情才有机会重新展开。这并不是凭空猜测。如果我们复盘上一个被封为美国最神秘科技股的 Palantir， 就会发现几乎一模一样的资本剧本。2020年上市的时候，它被叫做美国最神秘的大数据公司，上市当天涨了 47%， 最高摸到45美元，市销率超过100倍。然后锁定期1到早期投资者开始卖，股价一路跌到6美元，跌幅超过 85%， 直到2023年 AI 行情起来，基本面开始兑现，它才重新涨回40美元以上。你看，同样是40美元，2020年更像泡沫，2025年就变成了相对合理的估值。区别不是数字本身，而是你到底在为未来故事买单，还是在为当下业绩买单。很多人以为 IPO 是一家公司成功的终点，但在资本市场里， IPO 更重要的功能是给早期投资者一个退出通道。那些在一级市场等了几年甚至10几年的风投和天使投资人，等的就是上市这一天，手里几美元成本的筹码终于可以用几十倍上百倍的价格卖给二级市场的买家。锁定期也不是专门用来保护散户的，它更像一个缓冲装置，避免早期筹码一次性把股价砸穿，让这些投资者可以分批退出，卖出一个更好看的价格。看懂了这条线，你就会明白 IPO 前半年真正影响股价的往往不是基本面，而是筹码。这家2.4万亿美元的公司，这次的筹码安排尤其值得看，它不是一次性解禁，而是阶梯式释放。每一次释放都会测试市场还能不能接住新的卖盘。第一批解禁大概在7月底到8月初，也就是第2季度财报发布之后，先释放 20% 的筹码。这里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附加条款，如果到时候股价比发行价高出 30% 以上，会额外再解禁 10%。这就有意思了，它相当于给市场设置了一个反向激励，股价越强，能卖出来的筹码越多，买盘越热，早期投资者退出的窗口就越大。承销商当然知道上市初期散户会抢筹，所以这个口子一旦打开，早期筹码就有机会在高位多卖一部分。第一批解禁之后，压力还没有结束，接下来每隔半个月会分5批各释放 7% 的筹码，一直持续到年底。第3季度财报发布之后，还会再解禁 28%。等上市满180天，也就是12月中旬左右，除了马斯克本人那部分核心筹码锁定366天到明年6月之外，
剩下的筹码基本都会打开，你可以简单算一下，从7月底开始，几乎每个月都可能有超过20%的流通盘进入市场。可市场上的买盘不是无限的，这也是为什么上市前2个月股价可能会看起来非常坚挺。一方面有绿鞋机制托底，另一方面还有一个更大的买盘在等它，就是纳斯达克100指数的被动建仓。按纳斯达克的规则，公司上市满一定时间后，如果市值和流动性达标，就可能被纳入指数。一旦被纳入，跟踪纳斯达克100的指数基金就要按照权重买入它的股票。这次如果纳入，预计会带来超过200亿美元的被动买盘。这个买盘有一个特点，它不太看价格，指数基金要跟踪指数，规则要求它买，它就得买。但你要记住，这种买盘是一次性的。建仓完成之后，市场上最大的买家就离场了，再往后股价想继续往上走，就需要真正的主动买盘接力。而那个时间点刚好可能撞上第一批解禁筹码开始释放，一边是被动买盘用完，一边是卖盘开始增加，这个组合才是我真正担心的地方。如果你也想看懂这种资本市场里的筹码变化，而不是只被新闻标题和市场情绪带着走，可以订阅我的频道。我会持续追踪美股科技巨头的财报披露、供应链动态和筹码变化，帮你避开那些容易踩进去的坑，找到更有基本面支撑的长期机会。现在我们把视线拉回公司本身，它的基本面能不能撑住2.4万亿美元估值？关键要看3条业务线：星链、XAI 还有太空发射。很多人对它的印象还停留在火箭发射，但现在的它已经不是单纯的火箭公司了。星链提供现金流， XAI 提供想象力，太空发射提供底层能力。华尔街讲的故事基本就是围绕这3条线展开。先看星链，星链目前是公司里最像现金牛的业务。去年星链营收114亿美元，同比增长50%，调整后 EBITDA 利润率高达63%，全球订阅用户突破1030万。单看这些数据确实很漂亮，但有个细节不能忽略，星链的民用 RPU 正在下滑。2023年民用用户平均月收入还是99美元，到2025年降到81美元，今年第一季度又降到66美元。我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第一反应不是惊讶，而是它验证了一个判断：太空互联网的民用市场可能没有很多人想的那么大。在有地面光纤和5G 的地方，星链在速度、延迟和价格上都不占优势。它真正有价值的地方是偏远地区、农村、海上或者地面网络覆盖不到的地方。这类市场当然存在，而且有需求，但它更像补盲市场，不太像一个可以在城市里全面替代光纤和5G 的大市场。更麻烦的是，这部分用户对价格很敏感。为了留住用户，星链就要持续降价，民用 RPU 自然会往下走。那为什么星链的整体利润率还能到63%？因为真正赚钱的可能不是民用市场，而是政府和企业市场，尤其是美国军方的星盾项目，还有海事、航空这些高毛利 B 端场景。我看过一份内部测算，星盾的 ARPU 是民用的10倍以上，而且几乎没有获客成本。美国军方现在已经把星盾当成下一代军事通信系统的重要部分，未来几年的订单看起来不会少。但政府订单有一个问题，它不稳定，它会受美国国防预算、地缘政治局势还有竞争格局影响。只要国防预算收紧或者出现新的竞争对手，星链现在的高利润率就未必能一直维持。再看 XAI。XAI 是现在市场最爱讲的故事，也是支撑2.4万亿美元估值的核心。华尔街给 XAI 单独的估值已经超过很多独立 AI 公司。上个季度 XAI 营收8.18亿美元，但营业亏损达到24.69亿美元。换句话说，每赚1美元大概要烧掉3美元。可市场现在不太在乎它亏多少钱，因为它背后讲的是一个更大的故事：算力闭环加轨道数据中心。这个故事听起来非常顺。SpaceX 有便宜的火箭发射能力，可以把成千上万的 GPU 送到太空做轨道数据中心。太空环境足够冷，可以缓解 AI 算力里最头疼的2个问题：散热和能耗。XAI 再利用这些更便宜的算力训练大模型，最后通过星链把 AI 服务送到全球。这个闭环一旦跑通，确实很有吸引力。说的直白一点，它听起来像科幻小说，但市场喜欢的恰恰就是这种故事。不过先别急着下结论，这个闭环里的每一步都还没完全落地。
轨道数据中心现在更多还是概念，连原型机都没有，什么时候能做出来？做出来以后是不是真的比地面数据中心更便宜，都还要观察。还有一点更现实 ，XA 现在的营收几乎都来自马斯克自己的公司，包括特斯拉 X 平台和 SpaceX 本身。他还没有证明自己可以稳定从第三方客户那里赚钱。靠关联交易撑起来的营收，市场可以给故事估值，但真要长期兑现，还是得看外部客户愿不愿意掏钱。AI 这条赛道竞争也非常激烈 ，OpenAI、谷歌、微软这些巨头都在重金投入 ，XAI 能不能在这种竞争里跑出来，现在还不能说太满，最后看太空发射，这才是公司的根基，也是很多人容易低估的一块。去年太空发射业务营收大概40亿美元左右。猎鹰9号已经拿下全球70%以上的商业发射市场，因为可回收技术，它的利润率也很高。可以这么理解，现在 SpaceX 很多烧钱项目，包括星链、星舰和 XAI 背后都靠猎鹰9号的利润在养。但猎鹰9号也有自己的上限，它的运力已经接近极限，再往下降成本空间不大，所以马斯克把更大的希望放在星舰上。星舰的设计运力是猎鹰9号的100倍，发射成本是猎鹰9号的1%。如果星舰真的成功，人类进入太空的成本会被打到一个非常低的位置。太空旅游、小行星采矿、火星殖民、轨道数据中心，这些以前只像科幻的东西才有可能进入商业讨论，但星舰的难度也非常高。到现在为止，他已经做过多次试飞，每次都以爆炸告终。马斯克当然会说，每一次爆炸都有收获。这个说法也不完全错。火箭研发本来就要靠试错推进，可资本市场要问的是另一件事儿：它什么时候能真正实现可回收复用？什么时候能开始商业发射？每年几十亿美元的研发投入能烧多久？如果星舰进度不及预期 ，SpaceX 后面很多故事都会受到影响。把3条业务线放在一起看，估值错位就比较清楚了。如果只按现在的基本面算 ，SpaceX 的合理估值大概在2400亿美元左右，也就是现在价格的1/10。而现在2.4万亿美元的估值，已经把星舰成功、星链全球普及、XAI 成长为 AI 巨头这些未来10年才可能兑现的故事，提前放进价格里了。我不是说这些故事不会实现，我想说的是，你现在买入的价格已经包含了非常多未来预期，哪怕所有事情都按最好的剧本走，未来10年的年化收益大概也就是25%左右。可中间只要有一个关键环节不顺，股价的回撤就可能非常深，这就是很多散户最容易吃亏的地方。他们听的是10年后的长期故事，拿的却是只能放3个月的钱。嘴上说投资未来，实际做的是解禁期里的短线交易。这个错配一旦发生，很容易变成给早期投资者提供流动性。有人会说，上市初期不是有绿鞋机制护盘吗？有，但资金有限。绿鞋机制通常会给承销商15%的额度，在股价跌破发行价的时候买入护盘，但15%的额度用完就没了，承销商不会无限接盘。被动建仓也是一样，200亿美元的买盘，几个星期可能就消化完了，建仓结束，支撑就会变弱。到时候如果卖盘开始集中释放，7月底到8月初这个窗口就值得重点观察。我从来不教人做空，也不鼓励追高。对普通投资者来说，更稳妥的方式是先把它当成一个需要分批观察的标的，而不是情绪来了就一把缩。如果你真的想参与，第一件事不是看 K 线，而是先看钱。这笔钱必须是闲钱，最好是3到5年内不会用到的钱。如果你拿生活费、买房钱或者短期要用的钱去做这种高波动资产，策略再漂亮也很难执行。因为一旦浮亏30%甚至50%，你很可能扛不住，然后可以把这笔闲钱切成12到24份，按回撤幅度来安排节奏。我更愿意把它叫做阈值定投系统，用52周高点做参照。先看第一个区间，股价还在高点的80%以上，也就是回撤小于20%。这个阶段市场情绪通常还很热，利好也大多已经反映在价格里。我的做法是先看，不急着买。第二个区间是回撤20%到40%，这个时候泡沫被挤掉一部分，估值开始回到可以讨论的位置。如果你认可长期逻辑，可以按每个月1份的节奏慢慢观察，慢慢分批，不需要着急。第三个区间是回撤超过40%，
这个时候新闻上大概率全是负面情绪，很多人会开始怀疑故事是不是结束了。但如果公司的长期逻辑没有变化，基本面也没有明显恶化，这个区间才有讨论提高买入力度的价值。注意，我说的是如果。这个策略的前提是你真的理解这家公司，并且相信它3到5年之后会比现在更强。如果你只是听别人说它好，自己完全看不懂业务，那哪怕它跌了50%，也不一定适合你。因为真正考验人的不是买入那一下，而是浮亏以后还能不能拿得住。定投的本质是用时间换空间，是等基本面慢慢兑现。如果你没有这个耐心，最好别碰这种高波动科技股。如果你认可这种用数据和逻辑说话的投资方式，而不是跟着情绪和传闻追涨杀跌，可以订阅我的频道。我会继续追踪 SpaceX 的财报数据、星舰研发进度以及解禁节奏里的筹码变化。最后，我想把问题留给你。你觉得 SpaceX 下半年会先被被动买盘推到更高的位置，还是会在7月底解禁潮之前提前回落？这个分歧很关键，评论区可以留下你的判断。以上内容只用于知识分享和个人观察，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市场有风险，每个人的资金情况、风险承受能力和判断周期都不一样。真正做决定之前，还是要回到自己的研究和判断，不要把别人的观点当成自己的投资依据。